中国古人的时尚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有非常碰撞、华丽、盛大的风格，也有低调、婉约、柔美、清淡的风格。它不只有美，同还寄托了很多更深层次的这个文化象征。今年春晚舞台上的年景被观众誉为最为赏心悦目的节目之一，其中展现的20套古代服饰都是由服饰史学者陈世玉参与考证设计指导的。他从事古代服饰复原已有20个年头。今天我来到北京拜访了他的工作室。春晚年景这个节目在整个服装的筹备上面有没有一些您自己的小巧思放在里面呢？因为这个节目的核心呢，也还是中国传统纹样，成千上万的素材库选出来的这20多个纹样，每一套其实都是来自于博物馆的馆藏、出土文物、文献。因为不同的表演者形象气质都不太一样，给刘涛老师这个选配了一个红黄色调为主的比较大气的一个东汉方案。刘诗诗呢相对浓艳一点，它也符合唐代文化交融比较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气质。那到了宋代比较文雅柔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也符合李沁比较清冷的观感。明代的关晓彤选配了一个相对年纪比较轻的视觉感。16套加上这4套，我们感受到从汉唐宋明以来加中国服饰之美和纹样之美。历史上其实中国人都非常重视着装的，比如我们一些时装款式，其实在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战国时期，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服装叫深衣，就是把上衣和下长，就是这个裙子给它连缀在一起，像连衣裙一样的一个长袍。我们在湖北江陵马上楚墓当中就发现了一批交领右衽宽袍大袖，影响了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锦绣的开端。古代的时尚变化是非常迅速的，那些重大典礼当中呈现出来的贵族服装，包括一些文人著名的艺人有4里头的胡姬，他的这些着装也会带动大家的这个追逐。武则天就是最大的一个 KOL， 有很大的时尚推动力。武周时期的审美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唐代不太一样，他崇尚的一些女性视角下的一些审美，对于身线的婀娜的展现是非常到位的。宋代我们知道文人审美，服装上我们大量用的花卉题材，比较淡雅的一个配色，那里头可能会搭配色彩相对艳丽点的这个抹胸，下边会创作比较像百褶裙这个侧开裤的这样一个款式，就形成了这个典型的一个宋代着装。这几件呢都是宋代比较流行的这个簪子，但这一件呢就是李沁老师在节目当中佩戴的一件2个小小的卷曲的荷叶，包括这个荔枝也可以做成耳坠。自然界当中的瓜果蔬菜作为我们的饰品点缀，这个是宋人的一个趣味。到了像明清时代，像苏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尚中心，新式的这样发型，新式的这个服装纹样，要修身的这样款式，都是在苏州地区出现的。到了明代，面料工艺它可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再结合这个像圆领袍这样隆重的款式，中国女性过去最高贵的涤光霞帔，今天这个凤冠霞帔的前身，明代盛装的一个代表。这个马面裙大家是非常熟悉非常火了，因为明代人的生活习惯跟今天比较像，大家都坐在椅子上，它是可以打开的，前后其实是开叉的，大面积的一个平面，它可以承载一些复杂的一些花型，实用又美观，所以呢能够成为比较出圈的一个样式。我们一直是在做复刻，尽可能和文物参照原型契合。比如说10年前，这个大家在影视作品当中看的还是这个表演的情节，随着这个大众认知的提升，也会希望获得更多的这个历史真实沉浸感。那也是我们过去的20年来逐渐积累的一个结果。像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嘛，我每年会去参加汉服展，现在参展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嘛，甚至是00后。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氛围的呢？今天的这个汉服这个现象，大概03年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就是一波可能20岁上下的一些年轻人自制汉服，穿汉服上街，所以到今天的为止也是这样的。我们说最活跃的还是年轻人。
比较重视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体现。在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穿着马面裙去逛博物馆，甚至可以去穿着它去上班去会客。新的时代它需要有新的服装款式，我们其实可以看一看古人的经验，可能也许对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启发。